坐飞机起飞前，旁边的外国老头用手机看法国阅兵。在中国领土，你看法国阅兵，我得赢他。问 AI， 二战法国多少天投的降？此为1胜。我想了解一下滑铁卢战役，此为2胜。洗手间他去了2次，我1次没去，此为4胜。去他个零！我心想，老头你绷住啊，这是我替都德给你上的最后一课。然后他就开始看世界杯。去年就是我跟嘻哈啊，上一轮我是挑战的付航，输得很惨，但是我会精神胜利。付航虽然票比我高，但我比他白呀。比他拟人。告诉自己不要在意1次2次的结果，慢慢来，用智商打败他。我管这个方法叫徐徐制胜。生活里我也比较爱比，喝啤酒，我必须喝的最多，还得去洗手间的次数最少，如此甚好。为了比，我甚至会虚空锁敌。坐飞机起飞前，旁边的外国老头用手机看法国阅兵。在中国领土，你看法国阅兵，我得赢他。问 AI， 二战法国多少天投的降？此为1胜。我想了解一下滑铁卢战役，此为2胜。洗手间他去了2次，我1次没去，此为4胜。去他个零！我心想，老头你绷住啊，这是我替都德给你上的最后一课。然后他就开始看世界杯。留给中国球迷的时间太多了，我默默地戴上了耳机。他手机外放没有素质，我完胜。社交媒体整天逼着我们比，你看演专场，比不过内容就开始卷伴手礼。谁的伴手礼比谁的好。我要是想赢，就只能是大家买我280的票，伴手礼我送大家480童漠男的票。找不到王医生，可以先来找我王护士，我帮你们挂个号。总比也会很累，偶尔我也需要歇歇。我有一个不比的地方，就是桑拿房。我是个东北人，蒸桑拿我是童子功，没有对手，没必要比，因为我稳赢，永远都是我最先进去，最后出来。以后人类登陆火星，你们还得穿防护服，我带个手牌就能上。马斯克站在门口，男宾1位。关键寓意也好，进去了就能红。
出了汗不冲还能热搜。但就在半个月前，我被一个桑拿大拿下了，给我征服了。墙上的温度计显示68度，我蒸了15分钟，5分熟。进来个洋人，进来第一件事他就把手中的矿泉水拧开，浇在了沸石上。嫌温度低，他挑战我。我争的是气，我也得争一口气。我相信汗水不会白流，每一滴都是为国争光。而且我东北人，喜剧能输，洗浴我还能输。坐在旁边跟我打招呼说 How are you？ 我捂着嘴跟他说 Fine, thank you。我都没说 and you。说话烫嘴，汗流如注啊，都快干了，想喝水，渴，但我得等他先喝。他终于拧开了瓶盖，我倒了一口在嘴里，他又把水浇在了沸石上，我一口水也喷在了沸石上，但其实我偷偷咽了一小口。74度，我闻到一股淡淡的肉香，要糊了。商纣王当年炮烙之刑不过如此吧？我在这比啥呢？比干。我也想把我的心挖出来看看，是不是上面刻着爱比赢？但我得忍着，要热哭了，但我得忍着，因为如果眼泪滴到了沸石上，决定以后再也不吃葡萄干了。只有我知道葡萄经历过什么。对着桑拿房的玻璃门，我的脑袋上开始冒白烟，我物化男性了。任何一个按摩师傅看见当时的我，都说不出那5个字儿：你湿气重啊。得精神胜利了，我南宁他，身材比我好，此为一败。体毛也旺盛，让了我一套保暖内衣。此为2败，关键老哥还把地下所有人留下的瓶子一一捡起来丢在垃圾桶里，素质还比我高。完败，要窒息了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回家，我想我妈。你就站起来那一下，坐久了起来猛了，头晕目眩，咣跪地下了。我说这一败。一败天地，他居然还过来扶我，一伸手，我赢了。他手臂内侧有个小纹身，他不能考公。临出去我还有半瓶水，我都浇在了沸石上，我要洋人死。他看见了对我说谢谢。出来之后脱水脱得我整个人都干了，人脆脆。猛猛喝水，找了个汤匙泡了半天才发。我脱水浸泡，我是个三体人吧？还向地球发射了太多的水滴。经验就是以后在桑拿房遇到陌生人搭话，记得不要回答。我不怕输，朋友们，但好像除了赢，我们也没有其他的评价体系。长期主义，
那其实就是比谁活得长，还是得赢。这套段子得到大家什么评价，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在意，但你就是不能说辛博你太水了。我干了，你们随意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辛博。看着观众都很年轻啊，怎么样，都结婚了吗？没有。挺好。我是喜欢见证幸福，但我不喜欢参加婚礼，尤其那个吃席环节。熟人还行，碰到陌生人就总容易陷入那种尬聊。那个，我是他小学同学，你呢？大学同学，真好。那个，听口音东北的吧？东北哪儿？辽宁。我爸去过吉林。我能说啥？我说怪不得没见过你呢，兄弟。而且我觉得婚礼的主角也不是新郎新娘，就是婚礼的司仪，它主宰一切。全国的婚礼司仪好像都同一个腔调，我就感觉这帮人在同一个地方批发的声带。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欢迎各位前来参加张凯宇先生和李子涵女士的婚礼。听着很温暖，但里边没有一点真情实感。生活里表达感情也这么说话吗？你踩我脚了。正常开始一般都是爱情故事，是吧？新郎新娘相识于大学校园，图书馆隔着书架的惊鸿一瞥，从此人生悄然改变。我坐在台下看着新郎，我的兄弟，我用我的人品担保，他绝对不会去那种地方。我们俩4年的开黑记录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。没有他，我不可能知道本科延毕最长只有6年。特别奇怪，就是大学恋爱走到婚姻相识就得在图书馆，让我感觉图书馆就是个灯红酒绿的地方，藏污纳垢，知识改变桃花运。都什么时代了？我觉得大家怎么恋爱走到婚姻都很正常。打游戏认识怎么了？有什么不能讲的？新郎新娘相识于王者峡谷，经历过小学生的谩骂，也时常问候别人的全家。还有5秒，新郎新娘即将闪现登场。掌声欢迎这对双排新人。有请摄影师用 Live Photo 神器 vivo S30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，快乐你就 vivo Live。我特别受不了司仪的一个点，就是司仪特别喜欢煽情，特别喜欢煽情。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做丧事儿喜办，我感觉他们就是想，对，喜事儿丧办，尤其针对新娘。此时此刻，又有一个家庭失去了女儿。这是嫁过去，又不是送进去。新娘回头再看一眼你的爸爸和妈妈，跟养育了你20多年的爸爸妈妈告个别吧。爱情的坟墓是真要埋人呐！我都担心他从包里掏出一个令牌，往地下一拽，斩。新娘起早贪黑，费多大劲化个大妆，被搞得2道黑线留下来，跟那个某巴克的 logo 似的。如果你的泪点比较高，它会有后招。此时此刻，丫头，还记得儿时父母怀抱的温度吗？去，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。新娘没感动到，给花童吓一跳。如果你的泪点奇高，他就会有绝招，他会看一眼音响老师，并且给音响老师一个信号，
音响老师会直接把音乐推向高潮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是啊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此时此刻，丫头勇敢的、大声的哭出来吧！你看新娘跟过了电似的，妈！我觉得人都需要仪式感，对吧？但那些明知故问的问题，把它变成了一种流程。看我们的新郎，帅不帅？能说啥？一般。还有那句：此时此刻，新郎，你最想见到的人是谁？我赌上我的尊严。科比。我都担心他单膝跪地时候喊出的不是宝贝嫁给我，而是湖人总冠军。一直问我，你说哥，我婚礼是定在8号还是24号？我说你就定在8月24号。最傻的就是那句，新娘，你愿意？说实话，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份子钱，我也想看点不一样的。我不愿意，我被逼的，我妈身上有炸弹。你问点实际的，能落地的，无论说结婚之后新郎天天喝酒钓鱼不洗澡就往床上躺，你愿意吗？那新娘肯定得说，别逼我，妈妈对不起，引爆炸弹。流程最后还会有个小的环节，新郎现在可以正式的亲吻你的新娘了。正式。昨晚上单身夜当我面嘣儿吧的。舌头都系成蝴蝶结了。那都不是正式，那都是测试。小 kiss。非得像现在这样叫来双方父母亲朋好友街坊四邻单位领导，各就各位，预备作。亲一下得了呗，亲一下得了呗。亲吻不停，掌声不停。鼓掌的人不想鼓，接吻的人不想亲，就他自己玩的挺开心。婚礼流程什么时候结束？不是仪式的完成，就是那句开席。台上新郎还在那真情流露，台下大姨已经抖落开了塑料布。新郎说：“你是我的全部。”大姨说：“全部都是我的。”接下来这段有观众找到我说：“新博对你讲的这种司仪深恶痛绝，你能不能来我的婚礼当司仪？”回旋镖扎到自己，我说可以，我当司仪哭绝对不可能，但也有可能婚也结不成。我当司仪那就一切从简，工作忙，新郎新娘都可以不来，反正也没有人在意，我就只讲一句：你们是真饿了。份子钱随了吗？我就说没人在意吧，我就只讲一句：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此时此刻，开席。是吧？彤彤，我这一轮就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。哎，我这个面相确实太粗糙了。我很羡慕其他的一些单口演员，我就永远做不到他们那种能在舞台上让观众笑中带泪，展现出那种精致的破碎。为什么？没人同情你这个面相的人。我就想，我现在就搁这讲那个，我也有抑郁症。到时候呢，弹幕评论肯定是你看，我就说骂他有用，你知道吗？可给他骂抑郁了。破防了，再来两句。
没人同情你这面相人。我就说我原生家庭也不幸福，我妈老打我。观众啊，他妈能打过他？他爸咋不打呢？我收到很多那种评论，都是说我这种人看起来面相就很无情，说这样的你这种人一看你就是没吃过苦，无法共情苦难，你这辈子是不是都没哭过？我现在已经麻了。我说是，我从来没哭过，我生下来那天都没哭。我出生第一天先剪的泪腺，后剪的脐带呀。从我妈肚里钻出来，我就抹着把脸，磨磨唧唧10个月，这给我憋着呀！真的，朋友们，我甚至收到过那种善意的私信，都夹杂着一丝戾气。他说：“翟叔叔，不要看那些不好的评价。”原话：“翟叔叔，不要看那些不好的评价，你这种直冲天灵盖的直男味儿真的很治愈我。”看了你的表演之后，我学会了勇敢。我长大也要像你一样，做一个爱骂人的小女孩。我说你翟叔叔是小男孩啊。朋友们，哎，我今天来就想挑战挑战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想努力改变一下，就是挑战挑战这个播出的这个现在的状态，给我这种面相的人解释解释。啊，瞅大家这反应能看出来，这个挑战很不小啊！朋友们，说实话，说我这种面相人没经历过苦难，无法共情苦难，真的很冤枉。我作为一个东北90后，我负责任给各位讲，你知道我从小的挨多少打，受多少挫折，才能变现在这么善良吗？我小时候挨打那时候都没有共情这一说，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个霸凌对象这个词儿啊。没有谁管你叫霸凌对象。我小时候挨打没打过人家，他不叫你霸凌对象，管你叫完蛋玩啊。我小时候挨打了没打过人家，让我爸知道了，他为了教育好我还得再打我一遍，一边打你一边教会你人生中第一段绕口令，下回他再打你就像我这么打你这么打他，听见没？这就是那个时代。现在很多人说自己是奥德赛时代，我从水浒传时代过来的。真的，水浒传时代看过水浒传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水浒传的流氓打人零强零弱，强的他也打，弱的他也打，打强的他有成就感，打弱的他有趣味性，你知道吧？他们打你会给你一个毫无逻辑但是百搭的理由，叫你挺美的。就你叫翟亚宁啊，你挺美的呗。毫无逻辑，就你学习好啊，你挺美的呗。有时候都前后都矛盾，你长这么磕碜，那你挺美的呗。一边打你还一边喊让你美让你美，打完之后问你还美不？我从小就能共情潘金莲，我就知道美是一种罪过啊，朋友们。哎呦我的真的朋友们，长大之后看那广告我都害怕，那个面膜广告说你本来就很美啊。这就是我那时代经历的。朋友们，我说实话，对于霸凌我真的很有话语权。前2天我看了一个关于霸凌的帖子，一边同情一边我很伤心。他说你以为的霸凌是我刚才讲那种黄毛堵你墙角踢你管你要钱，他说真实的霸凌是一堆面相和善的人，然后形成一个小团体孤立你一人，完了嘲笑你。我说句心里话，朋友们，虽然孤立人也不对哈，但我多么希望我小时候经历的是这些真实的霸凌。他孤立你一人，那不是放过我一马吗？我都没看懂啊！一群人形成一个团体，把你孤立起来嘲笑你，这不脱口秀吗？这不是？你们还笑？你们这帮霸凌的人啊！这就是我那个时代。没有人因为你挨打了同情你，但你会因为扛过挨打而有人夸你。我经常被夸，翟亚宁你真厉害，被5个人踢自己就站起来了，就这么夸你。如果这也算夸奖，我也夸了很多一轮游选手，我说你真厉害，在台上2-5分钟自己就下去了。
这就是那代人情商。而且你知道最讽刺的就是挨打这个人本身，他也不因为挨打而感到难受，他会经常也因为自己扛过去挨打很骄傲。我经常跟别人说，这也就打的是我，要你早被打死了。所以朋友们，这就是我那年代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很多男性他就以为那个挨打了之后，挨过苦难之后跨过去了是用来吹嘘的。朋友们，所以我最后我挑战一把，我想说一句我心里话，我特别共情吴京老师。他是为数不多因为苦难挨骂的。我跳过楼，你跳过吗？这是苦难呐！我差点死过，你死过吗？没人共情他，大家对他的态度也出奇的一致，是吧？就你跳个楼，那你挺美的呗。我共情他，我们只是没学会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而已。咱不会半夜12点在小某书上发一个帖子，是吧？被坦克压过的，请来我这儿集合一下。没学会呀。哎，朋友们，说实话，非常感谢各位跟我笑到现在。真的，我一点不骗各位，真诚的说，这个段子这个主题应该是我讲了3年线上写过最难的一个段子。如果你们一下不笑，这段子就是纯直冲天灵盖直男味儿的演讲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我真的很开心，但也不敢太开心，因为开心过头了之后，播出来就有人骂你，就你叫翟亚宁啊，你挺美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辛博。我发现这2年咱们中国人的素质还是提升了很多，中国人的素质提升了很多，很少有那种随地乱丢垃圾的了，都是丢在共享单车的车筐里。多好啊！垃圾不落地。每回我都得把那个垃圾从车筐里拎出来，再放旁边车里。这都属于非文化物质遗产，传承它就不能断在我这儿。我不生产垃圾，笑的都是我的工友。我也试过拎着垃圾去找垃圾桶，没走几步，车让人扫了，急得我脑子没反应过来，嘴都张个来。你偷我车，这垃圾我刚拎出来的，你没看见呢？对方也是一脸懵，垃圾给你呗。这2年已经有点脱敏了，有没有垃圾的车我都能骑。但我还是觉得有垃圾的车会更难骑一些。你不能让那个垃圾颠出来，否则它就算我扔的。最烦过那种减速带，我得一手扶着车把，一手扶着垃圾，我恨不得拖着。我说我在这儿手扶拖垃圾。最怕玻璃瓶，再碰到减速带，我得立马控屏，掉出来玻璃心得碎一地。那天扫了台车，不知道哪个孙子吃剩了半包辣条，我真是想尝尝。麻辣王子，从小我就爱吃。我送你2包。骑到地铁口还车，有个哥们迎面向我走来，周围没车了，他跟想接手这台，他也看到了车筐里的垃圾，他就，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受了委屈会不自觉的自言自语给自己解释，不是我吃的。他冷漠的眼神仿佛就在告诉我，就你扔的。早知道我吃了好了。报复性的想文明一把，处理一下车筐里的辣条，但你知道地铁口的垃圾桶总被那个什么电瓶车团团围住。好在电瓶车也有车筐。
还有头盔，蹭我一手油，这个倒好处理。车筐里你就找嘛，都有纸巾。我觉得咱们素质还是得继续提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扔的时候，可以按照共享单车的品牌搞一搞垃圾分类。小哈丢干垃圾，小菊丢湿垃圾，小就是垃圾。就他们家弹窗广告最多，稍微一不注意，网贷申请就开始了。我就骑个1块5的单车，申请这10万的网贷，偏要网我。那就从这个 P 点骑到另一个 P 点，这个模式就叫 P2P。包年才130，10万块钱够我包770年，能传到我8辈玄孙那里。2795年，全世界都自动驾驶了，就我孙子骑个共享单车。骑行世家，单车会员到期日加计勿忘告乃翁。感谢吧，感谢你8辈祖宗。小哈就很好，小哈就不弹窗，小哈会在我第一次骑过他们家共享单车之后，就偷偷的帮我把网贷给注册好。哈特暖暖。车是越来越难骑。那天演完午夜场，出了地铁口就一台小破车，那车贼破，我很犹豫，到后边有哥们推波助澜，他问我：“哎，你骑不骑？你不骑我骑。”我说：“我骑。”赌一把。那台车骑着不如扛着，这车把歪的，我正着扶车就走斜线，我就理解什么叫歪打正着。那个车座被压到最低，锈死了，提不上来。我一蹬膝盖，指定我下巴壳。为了不顶到，我还左右闪躲。我一个打工族，给我骑成了维吾尔族。上坡我得站起来猛蹬，下坡还行，就是刹车不灵。骑进去我300块钱医药费，还行，网贷额度还剩99700。最垃圾的还得是那个共享电单车。共享电单车那个头盔你戴过一次，才会真正理解什么叫屎盆子扣你脑袋上。朝闻道，夕死，所以不带警察惩罚我，带了老天惩罚我。那个味儿从天灵盖就冲进来了，保护我的脑子，击溃我的心理。这跟从垃圾堆捡个口罩带点有什么区别？我就感觉我的脑袋被流浪汉用腋下夹住了。我头都是馊的，我嗖往前骑，让那风往后吹。只要我骑得够快，风和味儿就追不上我。唯一一个比那个头盔更臭的，就头盔那袋儿。那就是流浪汉的袜子。朝闻道，立马死。但是记住，一定要记啊，一定要记。你要是不记，一拐弯他就甩你嘴里。共享电单车的批点特别少，还车点特别少。
骑到客户门口，发现最近的批点就我出发那个，原地还车要收我20的调度费，我又骑了回去，钱花了，时间花了，人还留在原地。见客户迟到了，回来领导开车顺我，给我一顿臭骂。唯一一个比那袋儿更臭的，就领导的嘴。我说领导，你把安全带系上吧，一拐弯再甩你嘴里。上个班儿，骑破车，戴臭盔，挨臭骂。就为了挣几个臭钱。我觉得在大城市里，我跟共享电单车没啥区别。大城市里没有我的批点，但我想留下来，我不想骑了，我有腿，我要走起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秦波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练奇啊 ，Hello。哎。我最近的思绪总是非常的纷飞，我怀疑自己是 ADHD， 所以第一次去了精神科，窗口让我报手机号，我突然觉得每个人报手机号的停顿很有意思，对吧？有191、862、18DD7这种335报法，也有191、8621。8DD7这种344报法，我一直想试试29报法。19、1862、18DD7。其实还有19、18、62、18DD7，我管它叫双色球报法。在号码里面有321的人，报出来会不会变数？191、3、2、1、189。大夫问我是不是容易分心，别人说话无聊了就会走神儿，所以走在盲道上算不算是一种阅读呢？因为盲道它是一种语言，长条代表着行，圆点代表着停，所以盲人可以同时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。盲道是大盲文，乐高是小盲道。盲文是凸的，碑文是凹的，所以点了豆的去某多算是一种盲文。扎了眼的苏打饼干算是一种碑文。大夫说你应该是 ADHD。你平时还有什么症状吗？我说我从小就会进行一些莫名其妙的联想。小时候我妈送我学架子鼓，我就总觉得我将来的职业是剁饺子馅儿。这就是我理解的 rock and roll。我长大也没好，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敷黑色面膜的时候，我非常纳闷。就是你从露出的部位来看哈，为什么没有人敷面膜抢银行呢？给你10分钟，必须把钱交出来啊！到点我该摘了。我最近的思绪就更是混乱。我最近觉得孙涛是一只鸟，因为我觉得鸟一辈子它只重复同一种叫声。而一个喜剧演员最大的困惑就是，你的梗越火，你越重复，你越像一只鸟。这样提起小品演员孙涛，我们只能想起他的那句“我骄傲”。就算他不想提，我们也会替他提。我骄傲重复了他的一生。当他在春晚上说出来的那一瞬间，他就变成了一只鸟。说到春晚，小彩旗春晚彩排嘛。你又提小彩旗了。
夫说你能看我一眼吗？你平时社交怎么样？我说我社交完全没问题。但其实有时候我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，不好意思说走。每次到最后，我就只能一边穿衣服一边嘟嘟嘟嘟嘟嘟。我搬家的时候也会放上爵士乐，和每一件家具跳最后一支舞，嘟嘟嘟。所以我社交完全没问题。我跟大夫谈话的时候，我的椅子一直在嘎吱嘎吱响，他的也嘎吱嘎吱响，所以这是一个嘎吱窝。我不能再走神了，我一定要专注，我感觉耽误大夫太多时间了。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诊室好热，我抽出了一张纸巾准备擦汗，我发现纸上有一朵花。所以就是这种纸上印花的厂商算不算是一种出版社？我展开纸的时候闻到一股果香。其实我觉得管无花果叫无花果非常没有礼貌。没有你就别说了。你会管太监叫无？而且人类给植物起的名字也太区别对待哦，这是一盆无花果，而这是一盆君子兰。他凭啥是君子啊？你给他浇水，他谢谢你。你一浇，他叶儿一弯，小生有礼了。墙上的挂钟一直在滴答滴答响，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那么巧的事，就是你家里有老式钟表的同时，晚上你再看恐怖电影，贞子爬出电视机的那一瞬间，正好到了12点，于是贞子一撩头发，啊，布谷。无花果有花。只不过它的花长在了果里，我们人类看不见而已。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太以自我为中心了。我们emoji表情里面的螃蟹、龙虾都给它们分在了动物栏，但它们却是红的。那是 emoji 吗？那是欧一西。那是饭，那是饭 emoji 了，下来咪西吧。比奇堡没有一个人觉得蟹老板很香吗？就，我喜欢猫头鹰的名字，因为它是猫头鹰，它不是鹰尾猫。我喜欢小猫，我支持猫本位。我很讨厌猫头鹰的外国名字。OWL， 嗷，猫头鹰叫嗷，这个名字起的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我就感觉是两个动物学家在森林里，一个冥思苦想，哎呀，发现了一个新物种，起个什么名字呢？然后另外一个心不在焉 ，Billy Jean my love。不用那么长吧，嗷就行了。你让猫头鹰怎么介绍自己，对吧？第一次跟狮子见面，你好，我叫赖，你叫什么？嗷。狮子说，我叫也是嗷啊。我天天在电影片头，嗷嗷，我干啥呢？以你的名字呼唤我。你让山东猫头鹰怎么介绍自己的英文名字，对吧？你让山东猫头鹰怎么介绍自己的英文名字？我骄傲。
所以孙涛真的是一只鸟。就这样，我被确诊了。嘟嘟嘟，讲完了。嘟嘟嘟，嘟嘟嘟，倒计15秒。嘟嘟嘟嘟。特别开心啊，又回到咱们这个熟悉的舞台了。真的，本来以为能当魔王呢，真的。然后节目组就跟我说：“咱呀，你回来比吧，很多老选手都不来了，你得回来呀。”我说：“为啥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你有担当。”我说：“行，我担当。”然后那你能不能再给开个场啊？我说：“为啥？因为你有担当。”我现在夺完冠之后就是怎么说，冷不丁单单就2当，现在单单就2当。还有，哎，好笑搁后头呢，好笑搁后头。真的，还有那选手问我呢，翟哥，你去年都夺冠了也没爆火，还回来比啥呀？我说你别管火不火，我就问你担当不担当。哎，朋友们，说实话，夺完冠之后还是获得很多的，真的。借爱奇艺的福，我从去年夺冠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，都会参加一些精致的名利活动，到现在走了3回红毯。你放心，不用肯定没好话，妹子。咱们这种喜剧演员在那种活动里是最没存在感的，真的。所以说你在那种活动里就纯是长见识，一进飞机场就长见识，没见过那么多长枪短炮怼着拍。我一点不骗你，我搁苏宁电器里都没见过那么多单反相机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搁天猫电器里都没见过那么多单反相机。哎呦，你们见过现在粉丝拍摄的设备卷到什么程度了吗？我看一个妹妹手里拿这么大的云台，然后中间架着单反，单反前面是短焦，完了左边有扩展架夹她的 GoPro， 右边扩展架夹的手机，手机前面又一个长焦。我说这要拍啥呀？要给你哥拍核磁共振的呀？妹妹手里拿那摄像头比那红绿灯摄像头都多，我感觉我跟身边经过快点得扣我6分啊，那都。他们拿这么多的设备就拍那些哥哥，我不理解啊，那些哥哥一点也不配合。那你们见过明星在机场的穿搭没有？严严实实，一个墨镜遮住半边脸，一个鸭舌帽扣到鼻梁，口罩又罩上了，完了一个帽衫又扣上。我说啥意思啊？耳朵也不让看呐。朋友们，抢银行还得露俩眼睛呢。我说这多余了，直接拿牛皮纸扣上不就完了吗？不太理解啊。旁边有的路过还不知道，还问我呢，兄弟，你瞅这什么人，感觉这么厉害？我说不知道啊，瞅穿搭像阿拉伯人呢，瞅着像。长见识，而且你会被明星分配到同一个就是商务舱头等舱里。哎，朋友们，说实话，我喜欢商务舱。但不太喜欢跟明星一起坐商务舱，为什么？因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那人群里最喜欢商务舱的人。我当时是最素的，真的，我前后左右都是顶流，我那个状态特别像满汉全席桌子中间放盘拍黄瓜，整个商务舱里所有人都戴口罩，就我不戴，那个画面特别像我2月没洗澡给人哥哥熏着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很多这些明星有狂热的粉丝跟他这趟飞机，我当时坐过道，很多粉丝都不认识我，但每一个从我身边经过的粉丝，没有一个感觉我德不配位能坐在那儿，每一个路过我的人都给我肯定的眼神。这保镖请到位了，这。我说是，我有担当，我有担当。那最倒霉就有那么兴崩2个认识你的，跟前面的人说，哎，这不是保镖，这我搁线下活动见过，这叫翟佳宁。那人就回他啊，翟佳宁是哪个站姐啊？我怎么没见过呢？他怎么买这么好的票呢？哎，朋友们，说实话，我调侃了人粉丝老师是吧？但我说实话，我当时参加完这3个活动，对粉丝就是羡慕。现场有追星的朋友吗？有。这些哈。说实话，朋友们，剩下不追星的我都可怜你们。
咱们这种不追星的跟那些追星的朋友不一样，他们获得的快乐应该是咱们的10000倍。真的，我反思了一下，咱们作为脱口秀演员，就生产快乐能力这件事上，跟真正的顶流明星比，我就是废物。我想让大家快乐，写段子得什么找主题、找共鸣、写段子、写梗、翻3番。我看现场哥哥就提了一下裤子。对，现场就哎，行了，不要骗彼此了，晚了。我当时都没明白，我说咋的了？咱们又要办奥运会了吗？我一点不骗你们朋友们，就他哥哥提裤子的时候，哪怕我在旁边就脱裤子，没人能发现都。当天晚上结束活动之后，我就给付航发微信，真的，我说兄弟，这才是真正的 passion。我原来以为付航的就是 passion， 付航现在在我心里顶多就是 a little bit exciting 的，就是完全比不了。朋友们，你相信我，追星获得的快乐是普通人10000倍，但你也不用太羡慕他，他们要承受的也是咱们的10000倍。你看，咱们都看没看过那个视频？王嘉尔演唱会上给一个女观众请在舞台中央，完了他把头埋怀里，你看光提就开心，你看着没？能看出来那个女观众是发自内心、歇斯底里的快乐，对吧？那就相当于多巴胺开关都摁坏了，那就是。所有人都羡慕她，只有我特别担心她。朋友们，你想啊，那个姑娘也就20、30岁呀，她未来还有50、60年的人生要走啊，但她快乐到头了。以后咋办呢？再快乐的事儿也刺激不了他了。你想以后他挣了1000万，孩子考上清华北大也得拍大腿，还是那天更带劲儿。你想想，人生4大喜事：久旱逢甘霖、他乡遇故知、洞房花烛夜、金榜题名时，哪个能比得上怀抱王嘉尔啊？所以朋友们，最后我真感觉咱脱口秀演员跟人明星干的事儿都不太一样。所以有些配套的待遇，咱没有必要也配套。我当时很震惊，不明白那个经纪公司还给我请了个摄影师，拍了我1晚上。结束之后，我就找一摄影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你把那个文件发给我呗，我那个想写段子找点素材。”给我发过来，那文件35个 G， 网盘不开会员得下1个月，下1个月。我就开个会员，把那文件下来打开，那文件名叫翟佳宁晚会。我一打开一看，全是谭健次，我去。我就在上千张个谭健次里找翟佳宁，一找就能找着，人家看着就是烦，我就给翟佳宁全删了。35个 G 给我全删了，那文件还剩35个 G 呀。各位生日愉快，谢谢大家。感觉都是我的托儿。来了，大家好，我叫辛博。小时候我就在农村生活，你知道农村的医疗条件不是特别好，我爸妈就属于那种小病自己看，大病互相看，新型家庭合作医疗。从小我身体不是特别好，经常吃药，但就没吃过那种 OTC 的。我爸指着 OTC 的标志给我讲过，儿子你记着啊，这个牌子的药啊，没劲儿。就是我能得什么病，主要取决于他们听说过什么病。在我理解，这就是听诊。小学的时候发现我后腰有块骨头特别明显，我爸给我的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。科普一下，这个病的发病期是19岁到50岁之间，那年我7岁，每天都给我按。
朝我的突出部猛攻。有朋友问你爸就这么胡来，你妈也不管。我爸负责按，我妈负责按着我。我甚至在想，小的时候走丢了，警察问我爸：“哎，你儿子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体貌特征吗？”要不说你们当不了我爸。我爸都得说腰上有我的指纹。能解锁我儿子。后来11、12岁，我就开始长喉结。有点害怕，这能按死我吧？天天夹着嗓子说话，转移了。颈椎间盘也突出了。还有一次就是高中打篮球，被队友踩在了我的脚趾上，淤血一直不好。我妈的诊断是灰指甲。当时我爸已经外出打工了，但是通过电话的方式远程参与了我的会诊。2位专家的意见高度一致，确诊真菌感染。就开始了我长达18年的漫漫指甲路。听说那个5%盐酸阿莫罗芬有效果，吃了半个月让我停掉了。说儿子，我发现这个好像是个外用药。怪不得口腔都不溃疡了呢。我们东北有个菜叫小鸡儿炖蘑菇，我们家经常做。鸡肉可以不吃，那个鸡爪子得留给我。那个指甲我最好吞掉，说是吃啥补啥，以形补形，但不让我吃蘑菇，说那都是真菌。按照这个说法，我特别心疼云南人民，那就是全球灰指甲发病率的高地。我只听说过见手青，不知道有没有见脚灰。昆明就是满城尽带灰指甲。这么多年，我心里一直有疑问，就我虽然得了灰指甲，但我始终都没有传染俩。我妈给我的解释是，起码咱们控制住了。直到去年去捏脚，技师大哥看了一眼我的脚趾，说：“老弟啊，你这是湿疹，你回去买一管莫匹罗星。”我买了一管姜信姜仪，因为上面写着 OTC。这能有劲儿吗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抹了半个月就好了，我感觉我的指甲都想给我托梦。18年了。当然，我爸妈也不是意见经常一致。北方冬天经常流感肆虐，本来一家人整整齐齐吃着晚饭，我好死不死打了个喷嚏。你知道，在我们家，如果我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没有人想我，但一定有人想治我。我爸说是甲流，我妈说乙流。2个人争执不下，最终决定为了我2种药我各吃一半。这2个药的核心，一个叫阿比多尔，一个叫奥司他韦，都有一定的副作用。阿比多尔胃胀气，奥司他韦拉肚子。我奉劝各位啊，不要在胃胀气的时候拉肚子。我就像一台装了氮气的跑车。我爸决定送我去医院，因为他发现我的瞳孔开始有点涣散，说我太爷走的时候就这种眼神。医生建议打青霉素，我爸说：“我儿子必须用最好的药，头孢，打上就退烧，不打就高烧，反反复复1个多月，我才肺炎。”拍了片子说我的肺上有阴影。我说怎么不拍拍心里啊？
就那么个条件，大多时候就能靠经验、靠直觉。我受过教育，我现在自己生病就是上网学。啊，我们不看病就是我们家的遗传病，我们家也算是2代行医。不过这几年我爸妈通过短视频这些中老年科研平台，学到了很多新的医学理论，发现对我有诸多误诊。经常喝点酒就会跟我道歉说：“儿子会不会埋怨爸爸？”我说怎么可能呢，对吧？你们含辛茹苦把我养大，以后就是我养你们。爸，你可要保重好身体呀，咱家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。妈，你也是，我帮你按。原生家庭，在我的理解就是原谅生我的家庭。这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，但是在我内心里还是希望我爸妈有朝一日能跟我道歉，跟我说孩子对不起，毕竟爸妈也是第一次当医生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辛博。大家好，我是辛博。哎，看着观众都很年轻啊，怎么样，都结婚了吗？没有。挺好。我是喜欢见证幸福，但我不喜欢参加婚礼，尤其那个吃席环节。熟人还行，碰到陌生人就总容易陷入那种尬聊。那个，我是他小学同学，你呢？大学同学，真好。那个听口音东北的吧？东北哪儿？辽宁。我爸去过吉林。我能说啥？我说怪不得没见过你呢，兄弟。而且我觉得婚礼的主角也不是新郎新娘，就是婚礼的司仪，他主宰一切。全国的婚礼司仪好像都同一个腔调，我就感觉这帮人在同一个地方批发的声带。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欢迎各位前来参加张凯宇先生和李子涵女士的婚礼。听着很温暖，但里边没有一点真情实感。生活里表达感情也这么说话吗？你踩我脚了。正常开始一般都是爱情故事，是吧？新郎新娘相识于大学校园，图书馆隔着书架的惊鸿一瞥，从此人生悄然改变。我坐在台下看着新郎，我的兄弟，我用我的人品担保，他绝对不会去那种地方。我们俩4年的开黑记录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。没有他，我不可能知道本科延毕最长只有6年。特别奇怪，就是大学恋爱走到婚姻相识就得在图书馆，让我感觉图书馆就是个灯红酒绿的地方，藏污纳垢，知识改变桃花运。都什么时代了？我觉得大家怎么恋爱走到婚姻都很正常，打游戏认识怎么了？有什么不能讲的？新郎新娘相识于王者峡谷，经历过小学生的谩骂，也时常问候别人的全家。还有5秒，新郎新娘即将闪现登场，掌声欢迎这对双排新人。有请摄影师用 Live Photo 神器 vivo S30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，快乐你就 vivo Live。
我特别受不了司仪的一个点就是司仪特别喜欢煽情，特别喜欢煽情。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做丧事儿喜办，我感觉他们就是想，对，喜事儿丧办，尤其针对新娘。此时此刻，又有一个家庭失去了女儿。这是嫁过去，又不是送进去。新娘回头再看一眼你的爸爸和妈妈，跟养育了你20多年的爸爸妈妈告个别吧。爱情的坟墓是真要埋人呐！我都担心他从包里掏出一个令牌，往地下一拽，斩。新娘起早贪黑，费多大劲化个大妆，被搞得2道黑线流下来，跟那个某巴克的 logo 似的。如果你的泪点比较高，它会有后招。此时此刻，丫头，还记得儿时父母怀抱的温度吗？去，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。新娘没感动到，给花童吓一跳。如果你的泪点奇高，他就会有绝招，他会看一眼音响老师，并且给音响老师一个信号。音响老师会直接把音乐推向高潮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是啊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此时此刻，丫头勇敢的、大声的哭出来吧！你看新娘跟过了电似的，妈！我觉得人都需要仪式感，对吧？但那些明知故问的问题，把它变成了一种流程。看我们的新郎，帅不帅？能说啥？一般。还有那句，此时此刻，新郎，你最想见到的人是谁？我赌上我的尊严。科比。我都担心他单膝跪地时候喊出的不是宝贝嫁给我，而是湖人总冠军。一直问我，你说哥，我婚礼是定在8号还是24号？我说你就定在8月24号。最傻的就是那句，新娘，你愿意？说实话，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份子钱，我也想看点不一样的。我不愿意，我被逼的，我妈生日有炸弹。你问点实际的，能落地的，无论说结婚之后新郎天天喝酒钓鱼不洗澡就往床上躺，你愿意吗？这新娘肯定得说，别逼我，妈妈对不起，引爆炸弹。流程最后还会有个小的环节，新郎现在可以正式的亲吻你的新娘了。正式。昨晚单身夜当我面嘣儿吧的。舌头都系成蝴蝶结了，那都不是正式，那都是测试，小 kiss。非得像现在这样叫来双方父母亲朋好友街坊四邻单位领导，各就各位，预备作。亲一下得了呗，亲一下得了呗。亲吻不停，掌声不停。鼓掌的人不想鼓，接吻的人不想亲，就他自己玩的挺开心。婚礼流程什么时候结束？不是仪式的完成，就是那句开席。台上新郎还在那真情流露，台下大姨已经抖落开了塑料布。新郎说：“你是我的全部。”大姨说：“全部都是我的。”
线下小林段有观众找到我说：“辛博对你讲的这种司仪深恶痛绝，你能不能来我的婚礼当司仪？”回旋镖扎到自己，我说可以，我当司仪哭绝对不可能，但也有可能婚也结不成。我当司仪那就一切从简，工作忙，新郎新娘都可以不来，反正也没有人在意，我就只讲一句：你们是真饿了。份子钱随了吗？我就说没人在意吧，我就只讲一句：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此时此刻，开席。我是明年4月份办婚礼，我没找司仪，我准备一人分饰2角，看我们的新郎，还行。新娘多给点零花钱，你愿意吗？各就各位，预备备，我们要亲嘴了。此时此刻，我是辛博，谢谢大家。很开心我回来了。我去年也来过这个节目，但是巡演到现在1年，我了解我现在的知名度就是没怎么上来，但我消费已经上来了。哎呦妈！我上个月在成都花了300块钱剪了一个头，太激进了，300块钱我没剪过，我只剪过50块钱的头。我说300块钱头得咋剪？我得自己再带5个头来。不知道你老当跟班的，没当过带头的。你只有去了之后才知道，300块钱全是过度服务。有一个人专门给我洗头，一个人专门给我吹头，还有一个人专门催我办卡。知道的开始问说：“帅哥您好，您这个发型啊，前额有什么要求？刘海有什么要求？鬓角有什么要求？枕区有什么要求？枕区。”这都是谁呀？我头上有这么多人吗？给他们拉个群吧。没告诉过我有什么要求，就我妈告诉过我她对我发型有什么要求。我妈要求我那个头发剪得快。从小到大，我妈、老师说头发不耽误学习，只有这一个要求。我们老师、高中班主任说那个话夸张，说你们这些人在班级不用现在留那花里胡哨头发有啥用？等你们以后考700分。爱留什么头留什么头，我就想留斜刘海，代价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要考700，能留斜刘海，我都当高考状元了，图啥呀？毕业时候哪有那斜刘海拨碎？咋跟采访的记者解释啊？人不得问吗？那么于博他高考状元太努力了，什么是你的动力督促了你？我说刘海，他说刘海是你死去的家人吗？我说刘海就是刘海，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。咋解释啊？3年拼死拼活，最后为了当非主流，不讽刺吗？考了700分，为了和200分的同学长一样。但你不能有对发型好看的要求，因为你稍微有点要求，老师说你不行啊，你这叫臭美。臭美，什么是臭美？臭美，臭美应该是我们对石楠花的评价。我都这样了，我最多算臭一般。我们班级的管理条例极其激进，说你们不要洗头，不要洗澡，不要换衣服，专心学习。哎呀妈！最后半年，班级终于没有人臭美了，臭。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，来了个新同学，鸡窝头、黑框眼镜、胡子拉碴，高考状元。第一天报道，卫衣穿反了，最强大脑。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，在我班的标准下，朴树算差生，纯反面教材。穿新衣吧。剪新发型啊！你家长不得给你领回家吗？轻松一下。Windows 98，哥们儿还想上网吧 ？New Boy 上不了我们的 Old School。
就流浪汉能上我们 school。我们班级最后半年，一堆流浪汉坐在班级备战高考。乞丐来我班，以为到救助站了。我们看着乞丐，以为新同学呢。丐帮的本质是作业帮。老师说那话真的挺吓人的，说你们去理发店浪费时间，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理发，专心学习。要不说高中生还是得有自理能力。你现在听着会觉得荒谬，那时候愚蠢，信。当天晚上回寝室借的推的给自己剃头，根本不省时间，2个小时就把两边剃干净了，前面后面看不着，中间剩一绺没剃完，后半夜困了，第二天一睁眼睛顶着墨西干上学去了。奥特曼背着书包跑操去了。这发型坐在班级上早自习，太像傻的了，像是那种会把中性笔塞到嘴里边，然后，一看就能给这笔的墨吸干。现在老师当天就骂我，说我追求个性，说我叛逆，说我小郭德纲。说你剪头发还是好打理，和老师剪一样的发型就可以了。他60了，地中海不好打理，墨西干不好打理吗？和你那地中海还互补，咱俩能拼团买1顶假发。你总不能班级40、50个全是地中海吧？班级40、50个谢广坤穿着校服上自习，你不害怕吗？一低头，老师讲台眼睛晃的睁不开。晚自习上到天亮了。班级中间就一片地中海呀，那是教室还是欧洲啊？班级的气候都变得夏季高温干燥，冬季温和多雨了。老师就在中间一站，被地中海包围了。老师是意大利。完，我们纪律的时候都这么说话，说你们不要再说话了，你们不是。他一说话脸儿都看不着，全被他那黑手挡上了。你不应该吧？但这样的教育会培养出畸形的产物，对吧？像我们这种人长大之后会对美有偏见，有的时候看着一个人很好看，就会觉得肯定不学习。那么看那巴黎时装周，说这帮人都这么漂亮，哎呀，不认字儿吧？你知道什么是庄周吗？就搁这时装周啊。你会在一定场合下、特定场合去更信任那些不好看的人，对吧？如果今天是一个考试，周围陌生的考场我都不认识，但是我就是要抄袭，我肯定抄我旁边最埋汰的那个人，对吧？门墙陈明飞，我肯定抄陈明飞。庞博陈明飞我都抄陈明飞，庞博黄渤我都抄黄渤。哎呀妈，庞博那张脸放在考场太安全了，没人看，纯防弹衣呀！哎呀，这个人坐我考场给作文写满了，我以为他抄阅读呢。但不对吧，朋友们？但不对吧？审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教育的反面？审美不应该是教育的一环吗？你总得通过教育才能让我知道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丑吧？丑是我们都不想成为的那个画面，美是咖啡。我是于博，我。